上期这支90自然风格的草缸发布后，期间让我斩获了不少小伙伴们的芳心。我猜你们肯定对水草造景有着或多或少的兴趣，那么这期内容也是为你们准备的。我将把这段时期内积累到的一些造景实用干货分享出来，如果帮助到了你，也别请忘了点赞收藏，顺便投个币。假如你是名新手小白，初次入坑，对水草造景的不同风格有着不太清晰的认知，因为水草缸造景的细分玩法真的非常多。比如荷兰景，国内的叫法是菜园子，这个类型是我认为新手小白初次入坑可以优先考虑一下的。有底床，有灯光，有炭，就可以很好的体验到水草养殖带来的乐趣。最重要的一点是，期间你可以了解到水草们的品种与特点，如何种植、修剪、繁殖、初级施肥，起码有个最基础的认识，以不至于在接触更高难度的风格时，还对基础的饲养知识全然不知。所以我认称其阶段的试炼叫新手村，但是我看大部分的水平都卡在这一进度，不上不下，直到热度消退，相继上岸。如果你非常幸运通过新手村的试炼，那么非常恭喜，你可以选择通关高级版的菜园子，也就是利用不同水草的形态、颜色做构图，养出一缸颇具美感的荷兰景。你可以像我一样，马上便有寻找或者花下银两的去购买沉木、岩石这一类的自然素材，技巧性的摆放，搭配上合适的水草，这就是占据草缸圈半壁江山的自然风格造景。在我接触自然风格造景的这段时光里，我常常在思考应该怎么做出更好看的作品。一个美丽的自然水景或多或少的离不开素材的隐藏加分。水草的搭配状态是可以通过养殖的技术达到上限，但素材这边完全不同。假设相同的造景水平下，素材的大小、形状则完全依靠运气和财力。合适的素材和合适且好看的素材完全是两样东西，所以我对于素材选择的理念往往是量力而为，普通人差不多就行了。可以提高水草配置在缸中的比例，多花心思在水草的选择搭配上，长势渐起后就能或多或少的弱化素材对整体的影响。接下来就是我总结出的一些技巧点，能够快速帮助我们打造一缸好看的自然水景。在构图上，先提前画出9空壳，并在4个交叉点上安排视觉焦点，可以是一抹绿丛中的一点红，凸显色彩的强对比，也可以是小路镜头的消失点，看了让人心生探索的向往，还可以是深邃的洞穴，增添一丝神秘的气息。在底床铺设上，尽可能的前低后高，使画面在有限的空间里显得更加立体。素材的摆放上，遵循大的粗的在前，小的细的在后，能在视觉上营造非常强烈的景深效果。这也是打造森林造景的必会技能点。造景摆放上，塑造骨架的自然过渡延伸，石块由大到小，枝条由长到短，顺应主体朝向摆放，以确保协调性。在种草上，可以在石头或者木头的表面沾上墨汁，枝杈间绑上蕨类水草。这套组合拳，不管是大缸还是小缸，都是万金油般的操作。最后在思路上，还需要多欣赏优秀的作品，喜欢不妨保存在手机相册里，最好下一次的开缸能够运用上。其实任何玩家的作品都喜欢被模仿，本质上是一种高尚的致敬。看得越多，审美自然就提高，你的作品也能更上一层楼。其实关于自然风格水景的设备选择，并没有与其他风格有着很明显的区分。首先，照明这块作为整个水景的核心，其重要性就好比于优雅的仪态，再加上精心的穿搭。所以在我理解看来，围绕回自然这一关键词去选择灯具，才是自然水景的首选。在我长期接触国内主流品牌，虽然说每个品牌的显色语言都有所区别，但是 RGB 类型的灯具显色，相比于 WRGB 来说，所体现的自然还原感和色彩过渡是被血脉压制的。可 RGB 给予水草色彩高对比的效果是 WRGB 给不了的，没有谁优谁劣，谁好谁坏，在自己的角度选择即可。然后是安装方式上，最好能支持吊装，无论出于打理维护的便利，还是简洁的感官。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起到科技对于自然的界限分离，就能很好的减轻设备冗余带来的压迫感，这才是照明的最终愿景。
选择完鱼缸以上，就该考虑以下了。底柜的选择也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整体的美观，像这种橙色的木柜就很好的衬托出主体。柜面尽量不要有过多的线条、纹路及鲜艳的配色。材质只要不是泡沫板、颗粒板，安全性基本没问题。或者选玻璃底柜，非常有高级感。不过我还是中意木柜，过滤排插都能藏。除了边边延伸出来的进出水管以外，基本不会有任何突出线条之外的遮挡。那么在水管上，既然无法改变，就只能做更多的妥协。透明管或者低饱和度色的灰管、白管，像我这种懒人选灰管，还能和柜子撞色融合。勤奋打理的就用透明管，材质上硅胶会比 PVC 软一些。过滤进出水口上，不锈钢和玻璃到底哪个好？我的答案是原装。当然啦，这一问题根本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。不锈钢耐用、不易损坏是一大特点，而玻璃具有晶莹剔透的美观性是不锈钢无法媲美的。但如果不会正确的安装拆卸，损坏率会大大提高。关于这块就不细说了，有空好好再聊聊。一直有朋友好奇，我到底使用的是背景纸还是背景板？虽然它们的初衷是一致的，都可以隔绝杂乱的背景画面，但实际使用的效果看起来完全是两样东西。首先，背景板是安装在鱼缸背部的一种装饰设备，作用是让背部发出的光源使得水草及整个造景的轮廓更加清晰，提升留白。我们在肉眼观赏发亮的背面时，很容易欺骗我们的视觉，误以为是远处的天空，从而增加整体的空间感。但如果把背景板关掉，它其实就变成了背景纸，没有亮度的照射反馈，看起来就像一股白墙。在选购背景板时，我们纠结纯白的还是 RGB 的，就选纯白。RGB 的效果花红酒丽，先不说多难看，但一定不适合自然水景，最好是能支持换膜的品牌，但目前只有 ADA 和国产的 DET 才可以，大家理性消费，按需选择即可。自然风格有非常多的标配草，它们一般都比其他品种的使用率高不少，如蕨类、莫斯。但受篇幅和时长的影响，我只讲丝带线叶类型的。我整理出一些常见的有大水兰、细叶水兰、墨西哥大沙草、牛毛毡、线叶古荆、泰国水剑、喷泉胶草。我把它们按生长速度、高度、尺寸进行排版，有需要的可以截图保存。我先来简单的说一下，30缸以下的缸可以选牛毛毡作为后颈。墨西哥大沙草和大烧草的区别是，叶片细直，容易停水。泰国水剑的生长非常缓慢，基本一直在分株，叶片几个月都不见长高，慎选。水兰家族创根第1名，需要修剪控制群落，不然一不留神就变成了干巴。最后是线叶类型的水草都有一个特点，叶片容易挂黑毛藻，这是因为水流湍急和强光的作用下，勤加修剪才是正确的应对方式。以上就是部分自然风格水景的一些实用技巧，希望你能了解并运用上，可以帮助你打造一个属于你个人的自然水景。如果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请别忘了点赞、投币、收藏。我是大鸡，那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